魏婴下意识摸了摸鼻梁，不好意思笑了笑，不好意思啊，说漏嘴了，嘿嘿。魏婴安抚性地摸了摸兔子的背部，说着，好啦，你是我的大功臣，吃哪只兔子都不会吃你。妈哎，更恐怖了，兔子的4条腿疯狂地扑棱着，想要逃出魔爪。阿英，你可知抚摸兔子背部会造成兔子假孕？齐云看着与兔子斗智斗勇，不，单方面碾压的魏婴不由出声道。魏婴闻言，改为双手抱兔子，试图看一下手中的兔子是公是母。许是符咒的时效已过，或是兔精受到了太大了的惊吓，兔子双腿发力，快速脱离了魏婴那并不温暖的怀抱。魏婴右手放在下巴下面，暗自计算着时间，言语攻击导致对象的心情起伏可以加速符咒无效时间。下次得提醒一下他们。魏婴朝着齐云问道：“齐叔，这兔子假孕不分雌雄吗？”齐云微微颔首，表示正是如此。瑟缩在墙角的兔精感受到一抹不怀好意的目光，把自己紧紧缩成一团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阿英，你阿爹和你师祖回来了。这一句话犹如一记炸弹一样，炸得魏婴脑袋昏昏的。但是有些东西要直面了。自从知道齐叔与妖兽的联系，或者说妖兽因人心而食人魂，魏婴就不知道该怎么和阿爹说。他不敢去和其他家族说，因为不敢赌，一旦赌输，那就一条又一条鲜活的人命。蓝湛倒是将此事告知过蓝氏，可姑苏蓝氏曾派出一小队伍救援其他世家，弟子也损失惨重，一大半的弟子丧身妖兽之口。现在的局面就是大家都不敢赌，只能自保。魏婴揉了揉自己的脑袋，想那么多干嘛？相信阿爹。齐叔，阿爹和师祖在哪里？魏婴将符咒放到一边，问道。齐云用指尖给魏婴顺了顺头发，拍了拍魏婴的肩膀，我们出去吧。应该到山门了。云深不知处山门口已有多个家族聚集于此，原因无他，魏长则找到了抱山散人。抱山散人存在100年之久，若无意外，抱山散人就是当今世上的最强者。抱山散人穿着一件最是普通不过的道袍，除了眼角微微褶皱，见证100年风霜，根本看不出此人已存活100年。温若寒看着抱山散人，眼中闪过一丝斗意，真想看看修仙界最强者的姿态。而其他的家主有的感慨抱山之强大，有的则庆幸有救了。姚宗主暗暗想到，如果连抱山都无法，那修仙界真的完蛋了，自己就找个地方及时行乐，死也要死得美美的。抱山散人甩了一下拂尘，挥散间将姑苏蓝氏的结界破了开来。青衡君，此处结界防人不防心。蓝氏宗主微微不解，俯首道：“不知散人有何高见？”金家附属张志听着远处响起的巨大的轰鸣声，急忙说道：“散人，妖兽快要过来了，即使结界不牢靠，也不能做这等断人生路之事啊！”“是啊，散人，请散人出手灭了那妖兽。那妖兽是修仙界的灾难啊！前辈要为。”此起彼伏的声音使得云深不知处犹如菜市场般热闹。蓝启仁听着耳边的声音，脑袋有点发晕。蓝启仁也知情况紧急，只能努力按压下那句想要脱口而出的不可大声喧哗。抱山散人旋即释放灵力，原本如菜市场般热闹的云深不知处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抱山冷冷地说道：“此兽名为谢志，乃上古神兽。”上古神兽这4个字把众人惊得不知作何表情。不知何时撤去了灵压，已有家主私下议论了起来。蓝启仁理了理胡子，开口道：“前辈，若是神兽，为何罔顾世人生命？”“对呀，蓝先生说道没错。这个什么谢志是直接吃人灵魂，这等凶兽怎可能是上古神兽？”“没错，没错。”魏长则嘴角微微上扬，原来这还有那么多堕灵，难怪谢志到现在还没停手，真的是可悲。阿英就是这些堕灵的牺牲品，还有数不尽如同阿英这般干净的人都成了堕灵餐桌上炫耀的资本。抱山散人看着吵吵闹闹的人群，虽不着痕迹叹了口气。谢志作为神兽，以吞噬堕灵为食，将其化为生机反哺大地。堕灵又称坠入地狱的灵魂，灵魂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欲望，有的迷恋权势，有的流连肉欲，有的充满贪欲。可七情六欲本就是人与生俱来的，这似乎不对吧？有位家主随着抱山的讲解，提出自己的疑惑。王兄，非也。
七情六欲是我们经历一切的事情后产生的情感。我们刚出生时哪知道钱财权这等事？不等鲍山散人回答，80的欧阳家主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见解。诸位家主是将自己与普通人混为一谈了吗？魏长则淡声提醒道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若修仙者不修心，反执着名利权势，那又修什么仙？说句不好听的，那便成了世间的祸害。修仙者中只要出现一个堕灵，其威胁便超过数以万计的普通堕灵。谢志轻易不出事，只有堕灵威胁到世间的正常运行，才会来执行他的天命。鲍山散人接口说道：天命？蓝启人捋着胡子若有所思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所有修仙者都吞噬？这修仙界不是乱套了吗？